240亿美元，这是美光科技未来10年在新加坡建设全球最大 AI 存储晶圆厂的真实押注。当你以为 AI 时代的全部红利都被英伟达的 GPU 垄断时，跨国巨头们正悄悄把算力底座的命脉锁定在这座面积仅仅7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上。这绝对不是一笔简单的产能扩充，而是全球资本在当前极端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下，向新加坡这张避险保单支付的巨额保费。今天，我们将剥离表面的新闻通稿，用硬核产业数据为你拆解，为什么是新加坡？这座连淡水都需要进口的城市，究竟凭什么吃透大国博弈的红利，稳稳拿下全球 AI 时代的算力瑞士剧本？要看透这240亿美元背后的战略逻辑，我们必须先厘清一个经常被大众忽视的行业基本盘。AI 大模型的算力瓶颈，其实早就不是单纯的计算速度，而是数据的传输与存储吞吐量。打个比方，如果把英伟达的顶级芯片比作一台拥有1000匹马力的超跑发动机，那么高带宽内存和 NAND 闪存就是这台超跑的油箱和高压输油管。没有顶级存储芯片的配合，再强悍的 GPU 也只能陷入等待数据的原地空转。根据美光科技披露的财报数据，目前其全球 NAND 闪存产量中有高达 98% 是在新加坡完成的。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新加坡早就跨越了传统意义上低端代工组装的产业阶段，牢牢卡住了全球 AI 存储供应链最核心的咽喉。美光最先进的232层 NAND 闪存技术，正是从新加坡的晶圆厂走向全球数据中心的。当然，跨国巨头敢于把身家性命级别的核心产能下注在这里，离不开国家级战略的重金托底。就在不久前，新加坡政府正式启动了总额高达370亿新元的 RE 2030科研计划，明确将半导体制造、先进封装和人工智能列为国家级核心发展方向。这种从顶层政府规划到企业真金白银投入的资金共振，为跨国企业提供了一个长达10年的稳定预期。这也是美光愿意在新加坡锁定未来10年产能的最底层逻辑。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正经历剧烈重构、去风险化成为跨国企业第一准则的今天，为什么巨头们偏偏选中了新加坡？我们不妨对比2个真实的反面案例。首先是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100亿美元工厂，虽然拿到了芯片法案的补贴承诺，但至今深陷当地工会纠纷、跨国文化冲突以及超高昂合规成本的泥潭，导致其先进制程的投产时间被一再推迟。其次是三星等巨头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电子产业布局，其本质逻辑依然是利用当地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产业重心严重侧重于低附加值的组装与出口导向。相比之下，新加坡走的是一条极其冷酷且精准的算力瑞士路线。新加坡的劳动力成本在全亚洲名列前茅，土地租金更是高昂，但它却提供了一种当前全球资本眼中最稀缺的战略资源：极度的确定性。在当下的科技战语境里，跨国芯片巨头最害怕的，早就不是每个月多交几百万的电费或人力开销，而是突如其来的贸易制裁令、朝令夕改的关税政策，或者是政权更迭带来的规则摇摆。新加坡凭借其在国际舞台上严格的技术中立立场，以及新加坡启发局几十年如一日，能够为企业提供从土地审批、环保评测到税务规划一站式闭环的极致营商服务，完美对冲了这种致命的地缘风险。美光砸下的这240亿美元，买的根本不仅是几块工业用地的使用权，更是新加坡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全球科技博弈中坚持不站队、不涉租，完全按照商业契约规则办事的顶级信用背书。这种被称为中立国红利的无形资产，是周边其他东南亚国家在短期内投入再多资金也根本无法复制的护城河。如果仅仅是政策稳定、态度中立，其实还不足以让美光把 98% 的 NAND 核心产能死死绑定在这里。支撑这240亿美元的另一个硬核底座，是新加坡深耕半个世纪打造的极度致密的产业集群效应。根据新加坡贸工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这个小红点，目前竟然占据了全球半导体设备和产品产出约 10% 的市场份额。在只有7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实现这个数字，是一个极其恐怖的产业密度。我们要知道，现代半导体晶圆厂的建设绝不是平地起高楼那么简单。一台极紫外光刻机运转的背后，需要超高纯度的特种气体、纳米级的精密清洗设备、严苛的化学品供应链，以及顶尖的先进封装测试配套。而在新加坡，除了美光之外，格罗方德、英飞凌、恩智浦等全球半导体巨头近年来都在本地有实质性的重金扩产动作。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当美光的工程师在无尘车间里遇到设备调试问题时，他所需要的核心上下游供应商、技术专家甚至备用零部件，可能就在距离他不到20公里的玉郎工业园或者乌兰科技园内，半小时车程就能完成物理对接。新加坡政府非常清楚自身的致命劣势，那就是土地极度匮乏，水资源严重受限，因此他们早在20年前就果断放弃了低附加值、高耗能的铺摊子工业模式，转而将极其有限的土地以及引以为傲的新生水资源，通过精细化调度全部倾斜给高精尖的晶圆制造和 IC 设计产业。这种用几十年时间沉淀下来的上下游高度咬合的完整生态圈，构成了极高的产业转换成本。今天，任何一个大国想要凭借补贴把美光的产能挖走，面对的不仅是几十亿美元的搬迁费，而是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重建一整个高度协同、严丝合缝的微观产业链。那么，这240亿美元的宏观产业战略，跟每天挤着地铁通勤、生活在新加坡的普通职场人究竟有什么直接关系？最核心的利好就是高端就业机会与本地财富分配的重构。据官方初步测算，美光的新晶圆厂预计将直接创造约1600个高端技术岗位。请注意，这1600个新增岗位绝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流水线操作工，而是深度涉及材料科学、AI 算法优化、良率分析和精密制造的高级工程师与研发人员。在新加坡现行的外籍劳工配额与就业框架下，跨国企业必须按严格比例优先聘用本地核心员工，这就意味着大量具备相关理工科背景的本地专才将获得极具全球竞争力的薪资包，进而大幅拉升他们每个月的公积金缴纳额。这股由高新科技群体汇聚而成的强大购买力，必然会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最直接的传导终端就是房地产市场。如果你近期留意过乌兰北部、但宾尼甚至盛港等科技园区周边的祖屋和私宅转售走势，就会深刻明白这种顶级产业集群对区域租金和房价的强劲支撑力。但硬币的另一面，现实往往同样残酷。新加坡的职场竞争环境极其内卷，跨国企业既然愿意支付顶薪，他们要求的就是能够无缝对接全球顶尖技术的集战力。对于目前35岁左右的本地职场人来说，如果你的个人技能包还停留在传统的后台维护、基础行政管理或者低阶代工品控，那么这波由 AI 引发的财富红利不仅与你毫无关系，你甚至会在未来几年本地生活成本的持续攀升中，感受到被高精尖外来人才严重挤压的窒息感。时代红利永远只奖励给那些提前洞察趋势并完成技能卡位的人。总结来看，美光砸下的这240亿美元，不仅彻底坐实了新加坡在全球 AI 算力版图中的核心枢纽地位，更向我们完美演示了什么叫做教科书级别的小国生存法则。我不具备研发底层 AI 大模型的资本，但我必须倾尽全力，成为所有超级大模型背后那块绝对不可或缺的硬件基石。新加坡用极致的商业运行效率和绝对的技术中立立场，把自己的经济命脉与全球科技巨头的核心利益深度绑定，这才是最高阶也最现实的国家安全策略。然而，面对极其有限的土地资源和结构性的高端人才短缺，你认为新加坡能把这种算力护城河维持多久？在下一次量子计算或光子芯片的技术迭代中，这座小岛会不会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对新加坡科技产业的深度思考。如果你想持续看懂新加坡科技动态背后的财富密码与行业机会，请立刻订阅本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硬核拆解，不见不散。